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圆桌骑士》。今天来攻略第6关和第7关。昨天攻略的是前5关啊，那后2关的长度呢，就相当于前5关的长度。当年很多的游戏，尤其是街机游戏，都有这样的特点，就是后面关卡的长度非常长啊。那现在人物来到了11级，那满级的话呢，应该是16级。当年玩街机版高手的话，在第3关就已经满级了呀。因为级别呢是和分数相关的。超人版本的敌人数量比较少啊，而且呢，我发现了一个现象。就是因为它同屏的敌人数量是有限的，最多就给你3个。然后如果你在一个卷轴当中可以大幅度的往前冲，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把很多敌人给带没呀。前面的敌人还没等出来，后面的先出来了。这样当敌人数量来到3个，那有一些敌人呢你就打不到了。这也是很奇特的现象啊，因为超人版嘛，同屏的最大敌人数量是有限制的。咱们这个人物应该还能再加强一次，人物性能上，它的外形还会有变化。现在是11级，通关之后大概会把这个级别升满。虎男可以跑步，所以说打起来速度还算有保证吧。另外呢，超人版很多关卡的马呢阉割掉了，就是无马了嘛。所以说你如果使用亚瑟王的话，在马上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。因为亚瑟王呢，他在地面的时候重斩节奏非常慢啊，骑马的时候可以扬长避短，发挥他高攻击力的优势。同时呢，把地面的重斩的节奏提升，但是没有马的话呢，我感觉还是腐男好用一点。腐男，那小的时候玩火纹啊，总是认为腐男是最弱的呀。因为剑客斧啊，主人公一般都是用剑的，所以说感觉腐男很弱。那后来呢，玩了 GB 版本的烈火之剑，发现主人公之一啊，海克托尔就是用斧的，而且呢，小的时候总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本作的这3个主人公，兰斯洛特呢可能对应着火纹的剑圣，亚瑟王呢对应着勇者，腐男就真的对应腐男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全屏攻击，红球啊，这还有一个绿的。等下一波啊，再来一下，我的天，好爽啊！好多的加血道具啊，尽情的 AB 了，哎，还挨了一下，挨这一下不好了，感觉这加不满了，差了一点，这就是浪大了呀。过于浪了，低高于暗啊，浪必摧之，是浪摧的，导致这个血没有加满，守着3盘大的回血道具。过了这个版面之后呢，竟然还不是满血状态，这。所以本作人物的血量感觉真的是纸糊的一样。这些老虎呢也要打，但是呢咱们就摸他们屁股吧，别从正面来了，咱们从后面来。
这样你会更有征服感，对吧？这里看见敌方的大营了呀，打的是一个11区的武士，所以本章的标题呢叫做异国的骑士。这个 BOSS 啊，我不是很爱打。小的时候呢，一个币，刚刚对这款游戏熟悉一点的情况下，一个币大概就打到这儿，就感觉这个货太难了，出刀太快。那超人版本呢，咱们有一个防御键，所以打起来还简单一点。就是不要贪啊，该防就防。感觉他剩半格血的话，咱们 AB 之后补重斩就可以带走他了。啊，他又要放这招防啊！这招呢是2波，2大波，差一刀。正好升级，血量加满，12级了。我的天，我怎么秃了呀？我变秃了，也变强了。最后一关王城的决战，大家可以在地图上看见是有小 boss 的。那这关有血条的 boss 啊，就是在屏幕下方强制显示血条的 boss 就有3个呀。所以说我感觉这关其实完全可以搞成2关啊，这样游戏呢就是8个关卡，也比较合理啊。就给了好多血啊，刚才亏了呀，一整盘大的砍成了一个苹果。在12级，这个形态已经可以了，毕竟都已经秃了。一斧超人，黑色的这个铠甲兵啊是最难对付的，其他的都还好，包括白色的都无所谓。升级，身后这小兵感觉刚刚要砍我呀，结果我升级了，13了。而且这关的话，这种小的章节啊特别的多，它不像是之前的第5关是一镜到底的，只有一个版面，这里的关节就很多，可能说明最后这个王城啊部分也很多。咱们来王城呢是为了找圣杯啊，说找都是客气的，其实我感觉就是抢圣杯，因为圣杯呢不在他们手里嘛，所以他们要去抢。之前剧情里多次出现的那个法师啊，小时候还以为是坏人呢，后来才知道是梅林啊。好的，这里省了时间啊。升14级还需要3万多分，那这款游戏3万多分还是很多的。好在呢，中间还有2个小 boss 可以给咱们加分。哦，一起跳出来3只啊！这里如果开场的话，我跑得快，那可能呢5个也就变成3个了，只需要打3个就可以。13级，这个大家真的猜测一下吧。我打到最终 BOSS 的时候是几级啊？这个分数差的真比较多了。那好在呢，咱们已经秃了呀，已经是这个形态了。哦，这个地方有点难度啊。那箱子里呢是加血的道具，
所以我这里浪了一波，但是啊，不能太浪。升级正好呢，把血量加满。我刚才是不是说加血的道具啊？那其实它是升级道具啊。但每次升级呢，你的血量都会升满，它是比一般的回血道具要更加实惠的。14级，这样分数还差17000。我没有奖命啊，我记得街机版应该是分数可以奖命的呀。哦，这个场景呢，砍一刀 AB， 因为这个兵啊是会炸到我的，自爆兵。AB 的话掉血。哦，这个地方我记得原版的话会跳下来很多小兵，还有这些木桶，但这里呢就给砍掉了不少啊。BOSS 战啊，这个大机器，砍2到3刀，然后防一下，继续砍。哇，这一个重斩真的疼啊！秃了之后砍人真的是攻击力太高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 boss， 这小 boss 血量不多呀，但是呢他会防御，这就很讨厌啊。有的时候重斩呢就浪费了，所以说咱们就慢慢的磨吧，就用平 A， 我就蹭蹭啊，慢慢的蹭。这个可能他会顶上来的啊，因为他最后可能会按耐不住嘛。来吧，咱们稳一点。看这样蹭的话，感觉输出也可以啊。对面马上就要不成了。好的，完事儿。然后再打他背后的这些小兵啊，因为刚刚如果咱们冲上去的话，他们3个是一起上的。这个3个一起上啊，我可能顶不住啊。而且这3个呢，各种类型都有。看有会防御的，还有敏捷型的，这个过于刺激了啊！所以还是一个一个来吧。好的，那 BOSS 应该是不远了呀。打最终 BOSS 之前呢，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场景，一个卷轴。那遇到的敌人呢，也都比较强。箱子里的东西还是需要背一下的啊。这里呢，我其实自己做了笔记啊，我记着关键的箱子的位置啊，包括里边是什么东西，比如说它是加血的道具，比如说它是清屏的，或者是升级杖。哦，刚才一个回身斩啊，砍了那么长的血，15级了。这个地方保守一点吧，2个一起上。刚刚背身这一斧啊，应该是砍了2段，感觉砍了半格血。打这种敌人啊，不要和他拉的距离过远，因为他的手啊，感觉比咱们还要长一截啊。这种小枪兵也是。2个黑色的，这2个货啊，难对付了。哎，给了我一下。好的，把加血道具吃了，咱们满血状态啊，打最终 BOSS。这个最终 BOSS 这里呢也没有马呀。
那打他的话呢，超人版也有个诀窍啊，就是如果你的重斩没有砍倒他，你马上跟上节奏，还能再补上重斩。就像刚才这种情况啊，我是怂了，防御了一下，但是如果你追着重斩的话，还能再砍到他。没倒，再补一下倒了。倒了的话呢，就别补了。不倒的话，可以连续的3、4刀，非常的爽啊。2刀又倒了，还有1格血。大概2刀就倒，但是有的时候也能砍3、4下。1、2、3，哦，3刀啊！第4下太远了，结果他把我打到了。好的 ，AB 把 BOSS 带走。这样的话，咱们通关，看一下通关的结算吧，我能不能升满级啊？这样咱们抢到了圣杯啊，不对，是拿，不对是反正偷。总之啊，就是得到了圣杯。好的，满级了，16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圆桌骑士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可以看出来，和街机版相比呢，确实缩水了不少啊，但是素质呢也还可以。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